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由字节跳动团队开源的一个统一的多模态的基础模型啊，叫做 BAGO。BAGO 呢采用了一个混合专家模式的架构，那在大规模的交错文本、图像和视频的网络数据上进行训练，并且呢能够实现多模态大语言模型的一些功能。研究发现，随着训练规模的增加呢 ，BAGO 展现出来一些非常棒的新兴能力，尤其在理解和生成任务上的表现呢在持续提升，并且在图片编辑和世界建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其实是 BAGO 的项目的主页。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目前支持的任务可以大致分为这么几种。当然这个是从应用层面上来讲的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聊天，第二个呢是我们说的生成，第三个是编辑，第四个是风格迁移，第五个是导航啊，第六个是组成，第七个是思维啊。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些例子。我们先来看一下聊天。那比方这儿有一个图像啊，我们可以问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然后呢你可以让它告诉你一些关于这个雕塑创作者的一些基本信息啊，你会发现他说的都非常的准啊，这个就属于聊天。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图片理解的任务，它什么意思呢？我问他啊，说在上面这个图里边啊，左下角这个人他在上边啊是第几个？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会告诉你啊，说这个人呢是上面当中的第四个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戴着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眼镜，另外呢看起来比较老。他的名字是什么呢？他告诉我是这个。因为在这个图像里边啊，这儿有这个从左到右的一个名字列表啊，大家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那这儿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说上面这儿有一个枕头，可能是啊，然后呢我会问你啊，如果这个东西展开之后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那你会发现它可以把它展开。那生成这块的话呢，大家注意啊，就是它可以生成一组图像。比方说我现在写的是一个小兔子啊，那你会发现它生成的是一个序列啊，你可以把它用成一个 GIF 图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棒的。风格的转换呢很简单啊，这儿一个蒙娜丽莎的一个图片，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转成一个动画的风格。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 navigation 啊，就是说导航。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这儿有一个图片啊，我可以问他啊，说0.4秒之后，如果我往前走，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啊？你会发现它会生成一组，你可以逐步来生成。那这是它官网上的一些典型的例子啊。当然我们在 Config 里边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啊。我们点开它在 GitHub 上的一个页面。那我们看一下最新的一条信息，我们已经可以在 Config 里边使用这个 BAGO 这个模型了啊。大家可以点开一下它的这个扩展。这个的安装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呢把这个克隆下来，然后呢我们安装 requirement。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模型下载呢基本上有3种状态啊。第一种呢就是它会自动下载，第二个呢就是它推荐的一种方式啊，我们直接通过这个克隆啊把对应的模型给它下载下来。第三个呢就是使用我们的 Hugging Face Hub 进行下载啊，这个哪个都行啊，我建议大家也是用第二个就可以。那同样我在 Running Hub 上给大家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啊。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BAGO 这个模型啊，它在 Config 上面的一些具体的表现。那首先我们先看最简单的一个，这个叫做图片生成，也就是我们说的 generate。那这儿有一个模型的加载的是 diffuser 格式的 BAGO 的模型。这儿我们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 BAGO 的模型是7B， 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模型大小可不像7B。为什么？因为你详细去看它的资料的话，就是这个模型呢，它其实是一个14B 的模型。它之所以被称为7B， 是因为这14B 模型里边只有7B 是激活的。就像我们的神经元一样啊，有些是激活的，有些是不激活的，是永远不会被用到的。所以说呢，你要注意，它这个7B 的话呢，指的是激活的数量，而不是总参数的数量啊。那这儿呢，我们会生成一个女精灵的这样一个图片。这里边的参数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第一个我们需要调整的就是这个分辨率，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调整这个分辨率。这儿我建议大家是1:1啊，因为它要是1:1的话呢，是1024乘以1024，这个整个的分辨率是最大的啊，效果呢也是最棒的。
那另外这个步数建议大家是什么？50步。注意这个 show thinking 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原来说的那个是不是要使用一个叫推理模型，推理呢是时刻在用的，但是你要注意啊，就是 show thinking 只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显示这个推理的过程。如果你需要看一下，可以通过 thinking 连一个任何的显示文本的节点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呢只是一个显示问题，而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模型功能。那别的呢我们基本上默认就可以了。那我们开始生成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纹生图的模型。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些不一样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书的封面啊 ，book cover， 而且我们用到了双重曝光技术。那这个肖像呢是将一个人的脸啊和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海边的景象进行了融合，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呢是非常漂亮的，是吧？这种双重曝光的一个效果啊。那这个呢是一个微缩景观，是2个帆船行驶在这个咖啡杯里边。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超现实的手法啊，大家看一下，非常的精致。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我的提示词是 a car made of small cars， 就是有一个汽车，它是由很多小车构成的。你会发现这个生成的效果是非常漂亮的。那你可以打开 thinking， 这个我就不开了，因为我推理的时间大概一次要5分钟左右，所以说呢时间还是很长的。当你打开这个推理模型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推理模式可以帮助你非常好的来理解你的这个提示词的意图，它相对于那些简单的纹生图模型是有一定的思考能力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漂亮的图像，这个呢我就开启了推理模式了，因为呢这儿稍微有一些不同，就是我使用了什么中文作为提示词因为呢它本身属于一个大语言模型嘛所以说呢它是支持多语言的。如果你不太习惯英文作为提示词呢，是可以使用中文来做提示词的。那我们看这个提示词是生成一幅真实水果和微型行星就是土星、火星、地球混合而成的果盘景象。你要注意这个图像其实是不到位的，我们这儿只看到了一个类似于土星的一个东西但是像地球我们并没有看到。当然这个如果你再次生成，可能就会看到相应的这个信息了，这个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对吧？好，这是关于生成的一些内容下边呢我们关于编辑呢也简单说一下。那编辑的话呢，我们会换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叫做 Bagel Image Edit它的基本的采样参数呢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这儿传一个图像，而这儿是一个指令。那我这个指令是把这个图像转成一个几比例的风格，你会发现还是非常漂亮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导航的那个效果那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有一幅图像，那我希望什么呀？就是这个往前移动一点，像开车一样嘛，我往前开一点那你会发现我们得到的这个图像呢，的确就往前推进了一点。这个在这个门洞的外边嘛，这个进到了门洞的里边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比方这个灯的位置是没有变的，是吧？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地方其实渲染的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这个基本的模式是存在的。下面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理解的这个部分。理解指的是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图像让它可以充分的理解我们的这个图像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文本指令那我们这儿传了一个图像，这个图像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一个手写的一个方程式说 x 加3它的平方等于4，那我们问 x 可能是多少。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的效果其实是一个文本。那看这个内容说这个等式现在是 x 加3的平方等于4为了解出这个 x 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给它开一个平方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 x 加3呢应该等于正负2。那为了解出 x， 我们可以让负3加减2，所以说呢这个 x 应该等于负1或者是负5。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推理过程就和人思考是一样的，对吧那一个7B 的模型能做到这个样子，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其实除了在 ComfyUI 里边去使用这个 Bagel 模型的话呢，它本身也有这个使用的平台的名字叫这个demo.bagel-ai.org。 这个里边的话呢有一些问题，就是它聊天的时候你不能接着聊你一接着聊这个图片就变模糊了。所以说我在展示实例的时候呢，只能这个一个绘画展示一个实例大家看一下，这是同样的功能。
生成了一个女精灵的图像。这儿你可以控制是不是要输出思考模式，如果你打开的话，同样是显示这个思考的过程的。另外这儿有参数啊，我们可以控制宽高比啊，我们可以控制采样的速度以及 CFG 啊这样的值。大家呢尽量的不要去改，我们一般改就是改这个宽高比。其实官方的模型生成的比我们的 ComfyUI 里边生成的效果是要好很多的。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有2个，第一个就是说它官方使用的模型可能并不是一个7B 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 ComfyUI 的这种复现其实并没有100%的全面的复现官网里边程序的那个能力啊。同样这也是刚才那个封面的，那你看这个效果就更加的自然，对吧？这个是生成失败的一个案例，因为他的论文里边提到了很多失败的案例啊。这个失败的案例呢，我们典型的说2个啊。第一个叫做什么？名人的一致性的保持。我这儿写的是爱因斯坦在美国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那你会发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从构图上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你注意这个人物他并不是爱因斯坦，对吧？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模型能力不足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模型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个说一个狗啊看到了一汪水，但是呢这个倒影却是一个狼。这儿有很多模型的输出啊，这个是 Bagel 的，这个是豆包的，这个是 Gemini 2.0 的，而这个是 GPT-4o 的。我们看一下这种超级大模型的表现都是不错的啊。狗呢看到了一个狼的倒影，对吧？但是这种复杂的任务对于 Bagel 以及豆包来讲呢，可能还是有些困难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这篇论文啊，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这是那个咖啡杯里边的帆船。然后呢，编辑同样我上传了一个图像，把它转成吉卜力风格。这个官方做的也是不错的，但是同样有一些模糊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它这个程序开发的问题。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叫什么世界模型所展现的能力了。我这儿有一图片，我希望把这个人给它去掉，你会发现它的确把这个大部分的人给去掉了，还是不错的。这个是一个上色的一个例子啊，我这儿有一个图片，然后我希望把它变成彩色的，并且呢把这个文字啊就是会赢的改成什么我会输。大家看一下啊，还行，小丑的鼻子这个都有。这个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我这儿有一个项链，那我希望提供有一个模特佩戴这个项链的照片，大家看一下，这个人长得稍微黑点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汽车由小汽车构成。这儿我输出了这个思考的过程，那有这个思考的过程就可以保证它生成的更贴合你的这个提示词。那这就是我们说生成星球的那个，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你看有地球是吧？有这个土星类似的，又有金星啊，可能这样的一种效果就会更好一些。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柜子我告诉你说，你能不能打开一下，我看一下啊。然后它果然它给你把它打开了，但是这个模糊的状态依然出现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Bagel 的官方的使用平台，这个生成的速度其实可能更快一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新的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 Bagel， 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